當一個國家必須用鎖住人民的錢才能穩住匯率，你就知道真正危險的不是人民幣，而是中國經濟正在默默失去最後的安全阀。最近一個重磅炸裂的觀點，把全球經濟學界都震得愣住了。前 IMF 首席經濟學家、哈佛大學教授，被稱為全球貨幣研究界天花板的肯尼斯·羅格夫，他一句話讓整個人民幣被低估的主流敘事瞬間塌方。人民幣不是太便宜，而是貴得離譜。這句話比2015年人民幣暴跌還要恐怖。為什麼？因為這意味着中國經濟已經脆弱到，只要你讓老百姓自由把錢換成美元，人民幣就會像瀑布一樣往下掉。羅格夫更是直白，如果中國徹底放開資本流動，人民幣匯率會狂跌。現在能穩住，全靠嚴厲的資本管制。也就是說，人民幣現在的價格是管出來的，不是市場給的。這比貶值更可怕。過去10年，國際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是，人民幣被低估了，中國靠便宜的匯率吸血全球製造業。理由一大堆，中國貿易順差巨大，出口壓垮歐美製造業。IMF 說低估 8.5%， 歐洲研究機構甚至說低估 18%。今年，前美國財政部官員Mark Sobel 直接喊話，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。德國經濟研究所甚至寫報告指控，人民幣低估造成歐洲工業空心化。經濟學家 Brad Setser 更是連續發文說，人民幣嚴重低估。你可能以為這是共識，但羅格夫突然對了幾乎所有人。他直接翻桌，只用貿易順差判斷貨幣價值，太膚淺。他舉了2個關鍵反例：一，2010年中國順差比現在更大，但那時人民幣並沒有瘋漲。2010年，中國貿易順差占 GDP 10%，2024年只有 3% 左右。可是注意，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變成2010年的3倍。換句話說，中國對全球經濟的順差絕對規模並沒有下降。2，歐洲的順差更大，但沒人說歐元被低估。這是全球經濟學界一直意外忽視的事實。羅格夫的意思是，貿易順差不是衡量匯率是否低估的核心標準，真正要看的是一個國家的人民願不願意把錢留在國內。很遺憾，輪到中國，這個問題特別扎心。羅格夫用一個恐怖的數據提醒世界：2015年，中國資本外逃接近7000億美元。那一年，中國央行突然讓人民幣貶值 1.9%， 看似不多，卻像點燃了火藥桶。普通家庭、民企、有錢人、上市公司全都開始瘋狂把錢往海外搬。國際金融協會統計，當年外匯儲備狂跌5130億美元。羅格夫寫了一段非常刺痛中國的分析：一個貿易順差6000億美元的國家，卻因恐慌而出現史上最大規模資本外逃，這說明人民幣被高估。更狠的是，他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：如果20個中國人裡只有1個把每年5萬美元額度用滿，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就會被掏空。你看到了嗎？這不是人民幣的問題，這是信心的問題。你以為那只是過去？抱歉，2025年情況更糟。2025年7月的數據，單月淨流出583億美元，創紀錄15年最高。過去2年，外資連續撤離，製造業外資投資降到20年最低，房地產暴雷不斷，青年失業率長期在 18% 至 22%， 內需萎縮，外貿因關稅戰越來越艱難。更關鍵的是，普通中國人不相信未來，你不能怪他們。房地產崩，股市冷清，工作難找，工資下降，養老金不夠。
錢不安全，資產不安全，未來看不見。所以所有人都在想，錢怎樣安全出去。當一個國家的精英、中產、民企老闆都在想同一件事時候，人民幣匯率就不再由經濟決定，而是由恐慌決定。這才是羅戈夫警告世界的真正含義。過去10年，中國一直想做的事是讓人民幣變成像美元一樣的全球貨幣。於是他們搞了 CIPS 支付系統替代 SWIFT， 跟東盟、俄羅斯、中東推人民幣結算。最近甚至宣布，2025年9月起，非洲貿易全面改用人民幣。這一切看起來像一個雄心壯志的計劃，但羅戈夫卻指出一個刺痛中國的事實：他們現在根本顧不上國際化，他們在救命。為什麼？羅戈夫給了3個最核心的理由：一、增長速度快接近失速，中國 GDP 增速已經跌到4%以下，這是30年來前所未見。二、青年失業率高得嚇人，官方不公布數據後，外媒推算，2025年青年失業率仍有18.9%，這意味着近1/5的年輕人沒有工作。三、房地產和地方債壓得整個國家喘不過氣。真實數據，地方隱性債務超過70萬億人民幣，保守估計。房地產開發商違約超過40家，恆大、碧桂園式的巨頭接連死亡。2025年房價平均跌幅超過30%，家庭財富蒸發，內需崩塌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中國只能賭一條路，出口。而要出口，就必須讓人民幣便宜。於是出現了非常諷刺的一幕：中國一邊喊人民幣要國際化，一邊又悄悄壓住人民幣別漲。近期，央行將中間價設在 7.0733， 比市場預期低164個基點，是3年來最大偏離。更誇張的是，彭博社爆出，過去幾周，中國有銀行瘋狂買美元，阻止人民幣升值。這是什麼？就是羅戈夫說的，短期要保增長，不能讓人民幣太強。人民幣國際化，以後再說吧。現在要命的是，避免經濟失速。人民幣到底有多脆弱？羅戈夫一句話揭穿了中國經濟體系最怕被世界知道的秘密。中國所有的宏觀穩定都是鎖住資本換來的，而不是經濟自己站得穩。聽上去殘忍，但現實比語言更殘忍。過去3年，中國一直在做一件讓世界驚訝的事：瘋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，卻自己悄悄用盡全力壓住人民幣升值。為什麼要這樣？因為一升值，中國經濟很可能立刻斷腿。注意，是斷腿，不是扭傷。人民幣為什麼不能漲？真相比想象更扎心。你以為中國想要一個強勢人民幣？不，中國現在根本承受不起。原因很簡單，中國經濟增長幾乎全部靠出口撐着。2024至2025年，中國3駕馬車裡，房地產已經斷裂，投資失血嚴重，消費疲軟到官方都不敢公布真正數據，只有出口。但出口要強，有一個殘酷前提：人民幣必須足夠便宜。這就是為什麼央行一邊宣傳人民幣國際化，一邊偷偷把人民幣往下奔，下調中間價。國有銀行大量買美元，限制人民幣升值空間，暗中干預離岸市場。因為只要人民幣升值2%，中國大量外贸工廠就得倒閉。中國現在就是這樣微妙的境地，讓人民幣低一點，中國出口還能喘口氣；讓人民幣高一點，中國經濟馬上窒息。當一個國家的匯率方向不是由市場決定，而是由能不能活決定，這說明什麼？說明經濟結構已經嚴重畸形。羅戈夫看得極清，
中國現在不是在做戰略選擇，而是在做生存選擇。房地產與地方債才是真正壓垮人民幣的兩座大山。房價跌了3年，你以為跌到頭了？不，中國房地產的問題不只是房價，而是債務。你知道地方政府債有多少嗎？最保守估計，地方隱性債務超過70萬億人民幣。房地產開發商呢？恆大已經死亡，碧桂園被債務拖進深淵，超過40家房企暴雷，商辦空置率超過25%，房價平均跌幅30%至50%。房地產崩盤帶走的不只是房價，而是家庭財富、社會信心、消費動力、銀行資產質量、地方財政收入。而這些要素每一個都與人民幣生死相關，因為只要房價繼續跌，家庭資產繼續蒸發，中國人就會繼續想把錢換成美元存海外，而一旦人民幣升值，出口就會斷掉，經濟會更糟。所以人民幣只能走一條路，維持弱勢，不是為了國際競爭，而是為了自救。把所有邏輯串起來，其實只有一句話：人民幣被高估不是人民幣的問題，是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。當一個國家要靠出口維持生命體徵，要靠限制人民投資自由來穩住匯率，要靠國有銀行買美元來阻止升值，要靠凍結數據來隱藏失業率，要靠阻止外匯流出才能避免大規模貶值。這不是穩，而是虛；不是強，而是撐；不是發展，而是硬扛。羅格夫說得很清楚，中國現在的短期目標不是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，而是避免經濟失速。而這句話背後的潛台詞是，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生存階段，這就是人民幣真正的命運。